走右边。黄老爷，右边这路邪门啊！这地界哪来的石板？不颠了。停！硬中带刃，连点灰渣都抠不下来。这都是什么？水泥沥青呗，没见过吧？知府大人带人烧的。进城别乱吐谱，罚款10文。还有马车靠右，那白线不能压。水泥沥青，外地来的吧？进了朔州，先学规矩。朔州市政管理条例。老爷，咱这是进城还是进衙门？马车50文，收据拿好，丢了不补。还有票。北边300里就是边防军大营，3年前这地方饿死2万人，现在你和我说这儿居然有垃圾桶。药物！蒸汽火车头，我们朔州机造厂自己造的，没见过？自己造的，图纸知府大人画的，零件鲁师傅打的，锅炉机造厂焊的。这玩意儿咱们朔州有3辆了。这趟拉砖去港口，下趟拉煤回来，从来不歇。8年前，大处全国的铁厂加起来都没3个。1万斤货，100个人搬半天，蒸汽吊称1盏茶，这叫工业。近百万，老奴在。这些都是沈度一个人弄出来的。听他们话里话外，全是这位知府大人的手笔。老爷，咱们这趟来对，要是这些都归了咱……闭嘴！本老爷不是来抢的，我是来看看这个沈度怎么把一座死城变成这样的。老人家，我想求见贵府沈大人。找我们大人去政务厅排队，大人在开会。我是京城来的，有急事。京城来的也一样，大人说了，在朔州，皇帝来了也得排队。我倒要看看这位沈大人是如何把这座城变成如今这模样。知府大人，您醒了。外面什么情况？百姓吃观音土，城里旱了3年，瘟疫蔓延，官仓1粒黍米都翻不出来。大人，下官劝您赶紧写封遗书吧。大人，城里的情况您也看见了，瘟疫从南城起的，先拉肚子，再发烧，3天就没命。井水也脏了，大旱3年哪来的新水？下官说了这么多，就是一句话：挑根结实点的衣带。外面流民要是冲进来，您连写遗书的时间都没有。衙门外面全是人，今儿要是再见不着粮，他们就拆衙门。大人，您看，我看你们的遗书。大人，1碗鸡汤救不了这座城，但规矩能。传令，敲钟击鼓，让全城还能喘气的人都到衙门口来。大人，您要干嘛？没有粮就找粮，没有水就找水，没有规矩就先立规矩。你给本官睁大狗眼看清楚，本官不仅死不了，还要把这座死城变成天下第1城。这不是一群等救的人，这是一群已经不信任何话的人。跟他们谈希望，等于放屁。大人，来了400-500号人，您可千万别激他们。乡亲们，外头的人在吃观音土，你们在场这些人离内1步也不远了。我现在可以开仓放粮，但官仓里连1粒米都没有。那你说个屁！大人，我们先进去。安静。但是城里还有东西，满街垃圾是烂东西，废料、危房、脏井也是烂东西。谁要是能把这些烂东西清干净，就能腾出干净地方。有了干净地方，就能建隔离区。有了隔离区，瘟疫就不会继续死人。真能不死人？你们现在去当土匪是死，蹲在这儿等也是死，横竖都是死。想活命的，不想看着老婆孩子饿死的，都给本官站起来！大人，俺们站起来也没力气干活啊，没饭吃哪来的力气？你叫什么？陈老根。衙门后院还有多少吃的？但不是白吃，够多少人吃一顿？今晚干活的人有粥，全家都来干活，拿什么都有粥。大人，那是咱们最后的炕粮，吃完了您晚吃了它。真有肉，我都3个月没闻见肉味了。登记先挑还能站住还能干活的，每人1碗，喝完就分组。是。喝完能不能干活？能。大人，俺也去。你孩子能不能自己站？能站。记上，明天全家来。听好，以10字街为界，东西南北各划1区，北区的人不准去南区，东区的人不准去西区。从今天起，乱跑的抓。大人，这红线拉来干啥？红线里头是封闭区，瘟疫最重的是北区和西区，垃圾最多，死的人也最多，把病锁在里面，外面的人才活得下来。那里面的人怎么办？发烧腹泻的全送城西龙王庙集中隔开，没有我的条子不准出来。这不是把人关起来等死？不隔开死的是全城。你以为瘟疫是什么？妖鬼，它就是脏水、脏手、脏地方传出来的病，把病人和干净人混在一起才叫等死。第2条，以工代助。今天清街，今晚领粥，谁出力谁吃饭，谁躺着等死，谁就真死。大人，那俺们今儿先干啥？清垃圾，先把井边那几堆最大的垃圾山铲掉。你让衙门的人去找红布，
所有街口今天晚上之前拉线。你们去龙王庙，把能用的地方全清出来，铺草席，烧热水。大人，万一病人家里人不让带走，那就告诉他们，不送死全家，送还有一线活路。大人，您就不怕他们喝完粥转头跑了？跑出去还是饿死？只要天没亮，今晚真能再领到碗粥，这里的人会翻倍。人不是靠劝活的，人是靠看见活路2个字自己扑上来的。大人，不好了！说，北城那边几百个流民把粮铺门板给拆了，他们说今儿个一定要见到粮，见不到就放火烧街。陈老根，北城那些流民你认不认得？认得，里头有俺姑表侄子。你去告诉他们3件事：第一，官仓确实没粮，不准骗，就说搭粥棚；第二，城西龙王庙，这不是火上浇；第三，想在朔州待下去，就得守朔州的规矩，这规矩不是朝廷定的，是我沈度定的。大人，3年来的户籍册、税赋册、仓储册全在这儿了，您真要现在看？一诊查内，我要知道这座城原来是什么样。大人，您这画的是城图？草图。东街原有127户，现在剩39，南街200多户，死的只剩40多口。但你看这里，井边死人最多，说明不是天在杀人，是脏事降不对的最高，粪水往下渗，井水被污染，人喝了自然腹泻发热。可东门外老井附近死的人反而少，那口井水能用，全城旧井。先锋从老井挖明渠，把水引进城，明天开工。明天？大人，咱们现在能动的银子就120块，能干活的不到200人，粮仓里那点口粮加鸡骨头撑死7、8天。您现在又要挖明渠，又要建隔离区，要拉红线封街，拿什么干？拿人干。从明天起，全城所有还能动的人全部登记造册，名字住哪儿，以前干什么，家里几口人，会什么手艺，通通记下来。记这些干嘛？拆危房要人，清垃圾要人，挖沟引水要人，搭隔离棚也要人。谁会木工，谁会泥活，谁能挑水，谁能抬担，全都得分出来。天亮了都来衙门报到，拿上你们的扫帚、锄头、扁担、渔网、破布，什么东西好用就拿什么。从明天开始，这座城不再蹲着等死了。你站这儿干嘛？去登记造册。第一刀先开水，这城要活，先得让他喝上干净的水。真来了，还来了这么多。排队，点名造册，姓名住哪条街，以前做什么营货，家里几口人，会什么手艺，全记下来。俺叫陈老根，旱了3年，地没了，就进城给人挑水。大人，今儿干什么活？这是什么？画的是城。看清楚，红色是垃圾堆积区，全城一共17处；黄色是危房32间，绿色是要挖排水沟的地方，蓝色是病人隔离区。瘟疫怎么来的？井水被粪污染，人喝了就拉肚就发热，垃圾堆里的死老鼠、烂菜叶招苍蝇，苍蝇落在人身上，病就传开了。想活命，先把垃圾清干净。200多人分4队，第一队拆危机，第3队去城外挖石灰窑，准备烧石灰粉，第4队清除空地，搭临时隔离棚。大人，俺也去哪儿队？你会打铁，好，拆危房那队你带。拆下来的木料、砖头不准乱扔，能用的都归赵衙门后院。还能再用？废料放对地方就不是废料。孙主簿，你带第一队。大人，下官是主簿，掌管文书账册，您让下官去铲垃圾。那你觉得你应该干嘛？下官应该更应该亲眼看看北街井边那座垃圾山，已经堆了死在至少3个月，粪水顺坡渗进井里。今天不铲干净，明天喝那口井水的人就多死一个。你是在铲垃圾还是在救人命？你自己掂量。这玩意儿真有人喝旁边那口井的水？前阵子没得选，可急了，臭也得喝，不能动。这下面压着的是城隍庙救神道，谁动谁遭报应。50年前庙塌了，但那神道的地基在。你是新来的知府不知道，10年前有个瓦匠动了那里一块砖，回去当晚就七窍流血。大人，您看，要不换一处先清？他七窍流血出来没有？这里头有什么？闻出来没有？这里头有什么？粪尿、死老鼠、烂菜叶、烂肉、烂草席。他在这儿闷了3个月，发了毒，渗进井里。那个瓦匠七窍流血，不是城隍爷要他的命，是这堆毒土要他的命。说完了，城隍爷要真灵，他怎么不先把自己的庙保住？大人，第一烧，我来。谁还觉得自己比本官命硬？动手！铲不铲，俺也去得喝这口臭水。管他神道鬼貌，先活下来再说。别人都在救命，你还想站着记账？铲就铲！真是从这儿渗进去的。看见了，看见了。所以从今天起，林渊不靠求神活命，靠脑子，靠水，靠规矩。
你回衙门。罗二，你带人去拆西街那3间快塌的危房，是。别等他们砸死人。你回衙门，把今天来干活的人全部记功，一笔都不准错。朔州从现在开始不能再养闲人。这个人不像来做官的，他像是来拆了这座死城，再重新造一遍。大人，今天来了213人，干完活的比昨晚预象的还多，明天会更多。他们昨天只是听见有粥，今天他们会看见有人真的活下来了。大人，您明天真要挖明渠？不是明天要挖，是明天必须挖。孙主簿，下官在。传令，从今天起全城就警，一律封死，木板定封，派人看守。谁敢偷打酒水，罚。大人封了井，俺们喝什么呀？全城就这些井，是要渴死俺们！这是不是太急了？要不再缓2天？缓2天？封井不是让你们渴死，是逼着这座城去喝活水。看，从老井这里起，往城里挖一道明渠，300步长，底宽2尺，面宽3尺，深1尺半。大人，挖沟字俺听懂了，可这条线为啥这么斜？因为水底要有坡降，从井口到城里300步，底高差3寸，1/1000坡降，水自己往城里流。大人，俺不懂啥1/1000，俺就问一句，按您这么挖，水真能进城？能。大人，就算水能流，可挖300步长的沟，还要算高低，算宽窄，200来号人干得完吗？今天开始不止200人，等全城井一封，想喝水的人会自己来挖。罗二，你带20人量线定桩，你带人从井口这头开挖，你负责登记公数、分配水桶，还有病人家属单独编队。病人家属，他们最急着要水，想要就让他们去运，让他们知道这渠每往前1尺，他们家里人就多一口活命水。俺也去也干。来几个手稳的，按大人画的线定桩，谁把线挪歪了，俺就锤他。不是，这石头铺底真有用。井水先过碎石，再过细沙，再过一层做石，脏东西会拦在上头，流出来的水才干净。亲爱的，这要通水了，谁让你们来都住手！你知不知道这渠是干什么的？知道，是引干净水的。知道还挖？俺娘发烧，烧了4天了，他们都说喝干净水能好，俺也去排了3天，不是他们没排到1桶。怎么回事，是我的效率还不够快。排队太长，不是水不够，是运水太慢。大人，您的意思是？以老井为起点，半径100步内再挖3口前井，同时每条街设一个公共取水点，每个取水点旁边只留1个取水口，用木槽专人看守，每人每天限打2桶。3口井，每条街1个取水点。大人，咱们人手不够啊！病人家属全部编入运水队，原先排队打水要耗半天。罗二，你今晚带人坐10辆运水车，大木桶装车，老井到各取水点，早中晚各运一趟，排队问题解决了，就没人再去偷挖明渠。木工房那几个旧车轴还能用，俺也去连夜弄。今天不罚，那这几个让他们明天来运水，先把自己家那口命挣回来。明天水一进城，瘟疫就少死1半，可要这座城真正活过来，还差得远。真进城了？自己流进来的，大人没踹牛。这也太轻了。甜的，神仙水，这水是甜的。往后退！一个个来，按规矩，每人2桶，谁插队，谁今天没水。昨日到今晨，各坊因瘟疫死亡人数重新报上来了。7天前每天死60多个，昨天死12个，今天到现在只报了4个。4个。大人，真压下去了，咱们是不是能喘口气了？不能。这是屋子，可这地板下面挖这么深的沟做什么？公厕。您刚把瘟疫压下去，下一步不是该修路、修房、开粥棚吗？您先修茅房。就是因为瘟疫刚压下去，因为脏水暂时隔开了，可只要全城人还在街边、墙根、巷子口随意便面，下一场瘟疫还会来。你自己闻，垃圾进了衣部还在满城乱流。这不是普通茅坑，地板抬高，节物落进下方深沟，沟底铺碎灰和草木灰，每隔几天集中清运，不让它渗进地下。公厕建起来，取水点、市场、主街、隔离区4个地方先布点，先把这些脏污从街上拿走，这城才算真开始活。大人，俺也去打铁拆屋都行，可这玩意儿，这房就没床没灶，就留一排窟窿，真让人堆得起来了。修这个不如多修2间屋。你们觉得这事儿脏，不想提，可这玩意儿每天就在你们脚下。以后这儿要搭粥棚，几百人排队吃饭，那边要开市卖菜卖布卖粮，人一多，屎尿乱流，用不了7天，苍蝇就能飞满锅。这公厕前后分槽，中间留过道，下面是深沟，沟里水撒石灰、草木灰，放不搅灰。以后谁在街边拉撒，罚
屡教不改，停州。那俺也去懂了，不就是把脏东西都赶进一处去，别让它到处流吗？对。嘿嘿，那俺也去会了，挖坑、搭板子、砌砖砍，对吧？对。记住，吨位间隔要统一，木板要留足承重。他一个掉下去的不是人，是全城脸面。东西修出来，居然还挺像那么回事儿。城里最见不得人的东西，越要正经修，不然他就会在最要命的时候反咬你一口。大人，第一座公厕今天起了地沟，明日便能搭完。接下来您总该修路了吧？对，修路，不过不是你想的那种修法。朔州没钱铺青石大道，但我们可以先把泥巴路变成硬路，水有了，脏处也收了。下一步该让这座城先学会走路。城里像个人住的地方，一场雨又打回去了。白天去取水点还好，晚上这泥一泡，连门都出不去。再这么下去，明儿个周鹏都得搬船来送。大人，您看看，哎呀，下官从北街走到衙门，摔了2跤。这路再不修，老百姓进城卖菜都得靠游过来。修，这就是您昨晚说的硬路。朔州现在没钱铺青石板，但有塌墙、有废砖、有河滩石、有黄粘土。可最穷的时候，就得用最便宜的办法把问题解决。这不还是不一样？黄粘土灌缝，再铺细沙，用10年碾实。这法子真能扛雨？能不能扛？铺一段试试就知道。大的留下，碎的太细的单放一堆，别糟践料。这种结实，别捡那种一捏就碎的。接这儿，快！第一层，路基。大人，这不留缝漏水吗？就是要它漏，水渗下去才不会积在路面上。砖承重，缝排水，路不积水，人就不陷泥。第二层，粘土填厚。大人，这一层铺完，踩着已经比泥路硬多了。碎砖撑着，卵石咬着，粘土锁着，雨一落，路面不散，车轮不陷，人脚不拔。上去试。硬了，真硬了，泥巴路变石板路了。真不沾泥，这比咱村口铁路硬10倍啊！3里路建下来，成本能有多低？不到青石板路的1/30。朔州现在没钱铺满城青石，但主街先硬化，够了。大人，这路能铺到俺们巷子口不？俺也去衙门口。急什么？从衙门口开始，往4个城门分段铺。路就该贴着他家墙走，他家那边高，俺家门前全是水。放你的猪屁！你家杀猪血水天天往俺门口淌，路要再贴俺墙修，俺家门槛都烂了。都是邻里。你闭嘴！都吵够了吗？都低头看。柳条巷宽1丈2，左右各退3尺，挖排水明沟，中间路面走人走车，跟你们谁家的墙根都没关系。可俺家门口，你家污水往前倒，他家墙角泡坏，他家地势高，雨一来水全冲你门口。以前你们能吵是因为没有排水沟，现在路修了，沟挖了，2件事一起解决，谁还有意见？没意见就拿回去剁肉，拿纸回去裁布，工期耽误1天，这巷子就多烂1天。你们要是真喜欢这烂泥巴路，我现在就让人把石料拉走。修来也去没意见了。大人，今天试验路店铺完后，报名修路的人又多了50多个。下官发现，您每做成一件事，城里人就多信您1分。信我没用，要信规矩。大人，您画的这是什么？这几排小格子像房子。对，房子。路还没全修完，您又要动房子。路通了，人能走。可这城里7成房子一下雨就漏，一起风就塌，垃圾山清了，瘟疫压了，路开始铺了。下一步得让人有地方像个人一样住。水厕路都只是把人从死里拽出来，要让他们真留下来，得给他们一个家。大人，您来真的？统一规格，全城盖房？不是全城一起盖，先建50间。50间也不少啊！现在全城要重建或大修的，少说400多户。大人，咱们拿什么建？银子呢？银子我来想办法。先建的不是赏赐，是租。住进去的人每月交20文，交满3年，房子归他。20文1个月，3年，这不是分期把房钱拆开了收？大人，俺们昨晚都没往大殿里烧火，怕熏着病人。你们在这儿住多久了？快10来天了，白天还行，晚上冷，孩子总咳。这哪是住人？所以房子必须先起，路修的再平，没个干燥地方睡，病迟早还会回头。真的？但不是白给，
住进去的人得交租，得干活，得守规矩。3开间，中间堂屋，左右相防，地基用碎砖夯土，墙用统一规格土坯砖，屋顶不起高脊，前后双坡水，雨一下就往两边走。大人，为啥都修一样？有人家大，有人家小，照理说屋子也该有大有小。因为林渊现在不讲究排场，是在救急，规格统一，门窗尺寸统一，梁木统一，这样起房最快，修补也最快。俺懂了，要是门窗都一个尺寸，那木工坊以后拿一块做就行。对，房子不是给有钱人量身裁衣，是给这座城做骨头，比你原来那种黄泥墙、茅草顶墙，至少下雨不漏，起风不塌。大人，您前头说过，砖不要去外头买，就在这儿起窑。对，黄粘土加细沙，拌水踩熟，木磨压实脱坯晾7天，干透之后进窑烧。俺也去只烧过木炭，没烧过砖，原理差不多，火候稳，砖自然红。我画图，你砌窑。烧砖不用全靠柴，先用废料。林渊最不缺的就是废东西。先说清楚，站前头。这真是给俺们住的？不然呢？你看中间堂屋，左右睡屋，大人都画好了。名字念到的，房子不是白占，每月20文，按月计。拖欠的收回。谁要是不同意，现在就说。大人，俺今天就能去搬砖。俺年纪大了，可俺会纳鞋，会补衣，俺也算工钱。开工！起房！起房！大人，今天来报名的木匠、泥瓦匠又多了37人。还有一件事，流民人数又涨了，登记在册的从最初200多人，已经快奔1000了。周边村站的人听说林渊有活干、有粥喝、有房住，开始自己往这儿跑。人多不是坏事，坏事是只有人没有地。人有了房才肯留下，可要让他们真正活下去，还得有粮。城北那片地荒了3年，再荒下去只会去长草。您是说开荒？大人，下官跟您交个底，修路花了86两，隔离点和公厕花了53两，明丢和井台花了41两，再算上巡逻队、工地伙食，账上只剩11两银子。粮仓里的糙米满打满算只够全城吃5天。大人，咱们是不是得停一停了？不能停，所以别再买粮，自己种。先不种，先存水。大人，这地太死了，旱了3年，地壳都硬了，就算翻开也长不出多少东西。下官就说，这不是说开就能开的。地先别翻，从那儿开始挖3座蓄水塘，3塘连成一线，中间用引水渠串起来，雨季来了，水蓄在塘里。旱的时候放下来浇地。你们以前种地靠天，老天赏雨你们活，老天不赏你们饿。从今天起，林渊不靠老天赏，自己存水，自己保命。300人分30组，每组10人。种过地的老农挑30个出来当组长。老赵头、王瘸子、刘二田都出来。大人，这些人都是老把式，耕地有一手。好，官府给你们农具，给你们种子，给你们水，秋后收成，3成交公粮，7成归你们自己。第1年免地租，7成归自己。真免！大人，第1年免地租，那衙门吃什么？衙门现在吃的是人命，先让他们种得下去，才有明年的税。连今年都活不过去，谈什么地租？大人，水的问题，您这法子兴许真行，可这地没肥，就算引来水，种子下地，苗也起不壮。知道。所以下一步不是撒种，是上肥。大人，俺们种地往常也施肥，可您前头不是说新鲜粪尿不能乱用，会烧苗？对，新鲜粪尿不能直接下地，但发酵过的可以。大人，您刚修完公厕，现在又把全城粪车都拉到这儿来。对，一层草木料，一层粪，一层草木灰，最后盖上。还能这么弄？粪污、厨余、烂菜叶、草木灰全都能变肥。从今天起，环卫队和农业队打通，城里收上的垃圾不是扔，是变成田里的命。大人，您是说城里人拉出来的东西，最后还能喂城外的地？不然呢？城外种粮又得靠城里产的肥，城和田从来就是一体的。烫的！大人，俺这辈子没见过5月里的苗能这么绿。这才多久？还早，等真收进仓里才算活。通知下去，准备修粮仓。粮仓？可粮还没收呢。所以现在就得修，等粮下来了就来不及了。大人，下官粗粗算过了，这1000多亩地要是真成，秋后收上来的粮够全城喘上一大口气。可问题也在这儿。对啊，以前那官仓早烂空了，所以粮还没熟，仓得先起。仓建那边地势高，离江远，地效干燥，仓底下挖3尺，铺木炭防潮，仓壁加厚，
大人，银子粮仓的钱未必只从地里涨，也可能从路上来。真修了，东家一点都不颠，跟走在冰面上似的。别嚷，先进去看看这朔州到底变成什么样。进城载过车2辆，还有收据，布匹走城市场。有意思，这地方怕不只是活了这么简单。东家，这还是歙州吗？连停车都有地方。看摊位，灰土布1匹多少？120文。庆州来的，正是。阁下这是朔州棺材，2车布，我们包了，全包，全包。 2车布共40匹。 按朔州如今这行情，120文1匹不算多吧？不多，所以我们不跟你砍价，我们跟你换。你这2车布40匹，按朔州市价，1匹进价120文，我们拿20东新麦跟你换。朔新麦现在市面卖7文1斤，20周就是2800斤，折银19.66毛。你这2车布撑死值18两，乔老板，你赚了。你们朔州现在布真这么缺？缺，房在起，人也在进，工地的人、安置的人、病人家属都得要布。 你这2车来的正是时候，这也是你们朔州自己的官营货准。你换的麦子现在就能存这儿，存1天收1文仓储费。你那张进城费收据，头30天可以抵仓储，1文不用出，30天不提，我们还能代运。南下庆州3天，按货值1成收运费。不是我来做，你要是愿意长期做，还能签委托代销。你把货送来，是这座城在逼着货自己留下来。大人，庆州来的布商乔四出，2车布。 已经换成20吨新麦，货代那边也照微办了。草民乔四称见过沈大人，久闻大人手段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客套话就免了。你第一趟赶进朔州，就不是来见世面的。说吧，想赚什么钱？大人快人快语，那草民就不绕了。朔州缺布，庆州不缺。发现你们这里不止缺布，你们城里在修路、建房、起仓，人越来越多，货也会越来越多。这说明。 朔州以后不会只缺布，还会缺棉花、缺药材、缺细铁料、缺木料，而这些草民都能给您想办法运来。很好，那你也该明白，朔州以后不会只买货，也会卖货。卖什么？先卖粮，再卖砖、卖木器、卖铁器。等朔州织造坊起来了，还卖布。大人的意思是让我现在先把路子铺进来？对，你是第一个。 也是朔州试出来的第1条外路。大人，草民回庆州后3日内再发10车货，要是朔州真能吃下去，有1半都压在这儿。可只要第1辆赶进，后面的就会自己排队。东家，真要再来10车，压这么大？不是压大，是再慢一步，别人就进来了。1200亩要真按这个涨势，大人，这一击打下来，咱们全城的嘴能稳住？稳不稳，不看今天，看他进不进得了仓。粮仓，粮下来之后放哪儿？所以现在开始修粮仓，要先于粮。地窖是粮仓。 先往下挖3尺，仓底铺3层木炭，隔巢。仓壁用土坯砖加厚到1尺2，顶上双坡水，留高窗通风，不让雨倒灌。大人，这仓壁砌这么厚，不是指防人。粮最先怕的是潮，然后是热、霉、虫鼠。俺明白了，这不是起仓，这是给粮修官，不对，是修命匣子。账上还有多少？入城费、摊位费、新房租金、前头货站那笔结余120多两，全部投进去。全投。大人，您前头修路、建房、开荒起窑，哪一处不要银子？这钱要是全进粮仓，后头一旦有个风吹，后头醉死和吃饱，差的不只是一季收成。 差的是把粮锁不锁得住。又来上队了，好像不止1辆车。走，去看看。快点！今天不是卖货，是抢位置。东家，他们都跟着来了，所以才要快。这哪像刚从是人堆里爬出来的城？ 官府还给票据，这地方是想长期做货。乔老板又见面了，
这些是一起来谈货的。庆州商会的几位东家都想来看看，如今到底能吃下多少货。进城费照收，仓储照章，不怕货多，怕的是乱。孙主簿，做生意嘛，规矩我们懂，可规矩是一回事，值不值得往这儿压货是另一回事。说白了，我们想知道拿什么跟庆州换。想知道上周凭什么接你们的货？正是凭3样东西。第一，路。你们的车能3天进一次上周，不是因为你们胆大，是因为这条路现在能走，且会越来越好走，都在纸上，路在，货就不断。第二，规矩。进城收多少，存货怎么算，代运抽几成，都在纸上。你们在庆州做买卖最怕什么？最怕临时加价，生怕衙门伸手，生怕货进了门说不清账。朔州不跟你们玩这个，规矩定死，账目公开。你们敢压货，是因为知道这地方不会吃了你们的货票。第三货，第一批麦子快熟了，砖、布料、门窗已经在出。今天是往林渊送棉花、药材、细铁料，不用多久，林渊就会把梁砖、木器、铁器再送回你们手上。沈大人，不是货口，是一个会自己涨货的城。乔某愿意再签一单长期供货。棉花、土布、药材，只要朔州吃得下，我就一直送到这块。我们庆州有路子，药材我家有。现在外头的人已经开始抢着给林渊送东西了。但有一个前提，谁想在歙州长期做生意，就得按歙州的规矩来。大人，今天光是新抬下来的供货，就够咱们后头2个月起房修仓打农具的料了。下官现在总算看明白一点了，您修路不是为了好看，修仓也不是只为了今年这点粮。您是在把一座死城，等粮下来一座会做买卖，就该动下一步了。下一步，这是。铁炉，小铁匠铺满足不了林渊了，要修更多路，起更多房，做更多农具、车轴、铁件，我们得有自己的铁厂。大人，这就是您刚才说的铁厂？先是一座能稳定出铁的大炉。可林渊现在不是有鲁二那间铁匠铺了吗？能打和够用是2回事，你自己看。这还只是眼前的。对，再往后修桥打轨做机器，一个小铁匠铺喂不饱这座城。快，再来一锤，对准了，偏一点，整个车轴都废。这还不到1个时辰就忙成这样。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今天那批运正车铁箍，俺也去连夜赶完了。垦荒队那边就不断活。这几天平均1天出多少铁件？再往灵鹫那边要门栓，货站催铜索，工地还催铁钉，俺也去，恨不得把自己劈成3个人。所以不是你不够卖力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高炉这么高，铁是从这儿淌出来，矿石从上头进。刚才李明面料一直手掉。对，大人，您是说为什么要起铁厂？因为以后林渊要用的铁不是几十斤、几百斤的算，林渊按万斤算。有没有上山看一眼就知道。大人，这是矿，俺以前见过铁匠铺买来的矿石，跟铁矿旁边还有煤。矿在这一起，山下有地方起炉，从矿坑到高炉，中间不用绕一条外路，成本低，路又通，那外头的铁匠铺迟早都得看我们的脸色。大人，要是这矿不行，那就换地方，但多半行。出了。大人，真出铁了！山里真有矿有煤，能出铁，那高炉就能起。大人，您画图，俺也去把这炉子给您砌出来。大人，挖矿要人，运矿要车，起高炉更是吃钱。可要是真成了，这就不是一间铁匠铺，是一整座铁厂的底子。对，所以不是修一个炉子，是先圈出工业区，高炉、煤厂、矿料排斥厂、锻打棚、木炭厂、工人宿棚全挨着布。大人，去以前打铁，只觉得打一件是一件，现在明白不是一把锄头一把刀。铁是路，是房，是车，是整座城的骨头。明白这句就够你做总工了。总工，从今天起，别让我看走眼。大人，下官以前总觉得您每迈一步，您前头那些步子，可现在才发现都在给今天铺路。水路、仓房地，这些都是底子。铁厂立住，才真算有了骨头。城内缓行，靠右，滚开！边防军大营传令，急见朔州知府沈度。快去通报！末将奉边防军大营都统之命，求见沈大人。说，北边军粮断了。庆州往大营送粮的官道，上月被山洪冲塌2段，后头押粮车队又遭了流匪，粮草只到了3成。营里言下军粮只够撑半个月。半个月？是。营里多少人？常驻12000兵，另有3000府兵和民夫。大人，咱们这边粮还没收，就算全城粮仓现在都掏空，也填不上边军这个窟窿啊。何况一旦边军真断粮，北边要乱，到时候别说高炉，咱们这城都得跟着遭殃。沈大人，都统不是来借口粮撑脸面的，是真撑不住了。边军断粮，不只是军粮问题，这是路匪
运力、秩序全撞到一起了，也是朔州第一次被外边真正逼着往前迈。庆州到大营是旧官道，中间经过2段山口，一道河滩。他的是哪2段？这里和这里，匪是在这儿劫的车。山道窄，车一堵，押运兵展不开，粮车就全乱了。大人，您看这条，这是猎户和挑炭人走的小道，短是短，可窄得很，车根本过不去。现在过不去，不代表修不通。大人，您不会是先修军道？沈大人的意思是给大营另外开一条路？对，庆州那条官道太长，也太容易被掐。想为大营翻铁骑做断，只要打通这一线，路程至少短30%。快意味着不容易被劫。沈大人英明，全修完来不及，但先修到能走马、能过小车来的地方。出啥事了？咋连边军都找上门了？北边断粮，北边军营断粮了。官道塌了，旧路被匪劫了。从今天起，孝州先停一半杂工，抽人修北线军道，先把一条能送粮、能走兵的路打出来。大人，那城里的活呢？不停。鲁二带建工队和铁匠铺的人负责山道、禅桥、石阶。陈老根垦荒队里抽100个壮的，负责挑土、运石、开边沟。孙主部，你留城里，粮仓不停，取水点不停，货站不停。还有，把今天新到的商队货单全翻出来。边军缺的不止路，还缺粮、缺药、铁器。商队既然来了，就别只让他们在城里卖货，让货也往大营走。大人，出事了！北边军营断粮，我现在给你们一桩更大的生意，你们的货不止卖朔州，往边军大营送。沈大人，这不是卖布卖药，是押命。匪路没清，车一出去，丢的可不是1、2包货。大人，草民不是不敢，可您得给个准话，这路您真能在半个月里打出来？旧官道我不保，这条新线明天修成小车道，边军抽一队出车出货，你们朔州出路出工出中转仓。这单不是让你们单押，是3家一起担。他不是在求商人救军，他是在拿这次断粮，把朔州的路直接铺进军营里。好，草民押第一批，但有个条件，这条军道要是通了，以后朔州往大营的代运，草民要先占一道会抢，可以，前提是你的第一批货得先到。大人，这儿最窄，只够2个人并肩，小车要过，得先炸，不，先凿开半边山皮。这地方从前连运柴的都嫌险。沈大人，您真要从这儿开军道？旧路塌了，匪也盯上了，那就不跟他走旧路。从今天起，这儿就是朔州到边军大营的新命脉。动工！这不是知府，这是在拿一座城当军营的后路。桥棍上，顺着裂缝撬，这块先给它卸下来。报！西侧山坳发现人迹，3处火堆灰，地上有车辙和马蹄印。那伙劫粮的刘匪已经盯上这条新路了。啥？又盯上了？奶奶的，狗鼻子这么灵！沈大人，这里不能再毫无防备的干下去。那帮匪既然盯上了新路，今晚就可能摸过来。大人，要不今儿先撤？这山里黑灯瞎火的，真摸过来，咱们跑都没地儿跑。谁告诉你们，匪盯上新路是坏事？沈大人，匪盯上路还不算坏事。对边军来说，当然是坏事。可对我来说，终于知道他们在哪儿了。刘匪如果要断新路，只能站这里，因为这边是陡坡，下不来马。这条沟看着能走，其实雨后全是滑泥，车过不去，人多了也打滚。若是这样，只要先卡住这个口子，他们进也难，退也难。对，再从这条猎户小道绕过去，朝后。大人，俺也听懂了，把那边石头先撬松，等他们真进坳口，一推堵死。你这脑子不像铁匠。快点，
这帮狗东西敢来断咱的路，俺今天跟他们拼了！别现在动，等他们全进坳口，再一块推。后超的人已经绕出去了，可万一他们今晚不来呢？他们既然能盯上新路，说明斥候已经摸进了。咱们停工，撤火，假装压车失路，这口饵他们会咬。果然想偷着走新路，把车拖进坳里，后头等车队来了，一起吞。再近一点，前后都堵住，才一直都跑不掉。动！右边别让他翻坡，后口收紧，活口留2个。沈大人，这伙人就是近来专劫粮道的那支。您这一网，把咱们最头疼的毒瘤先拔了。沈，把他们背后是谁？山里还有几处窝，全掏出来。是。沈大人，都统请您北上议事，是求一条活路。现在看来，您给的不只是路。路先通，别的后面再说。俺们不是散着干的，官道上有人替我们遮风挡雨。名字，谁指使你们干的？俺们就是山里活不下去，自己干的。再说一遍，山匪抢粮，抢一回就跑，能连续盯住庆州到边军的车线，说明他们背后一定有人喂路子。问题不在山里，在山外。俺说，不是俺们自己盯上的粮道，是有人递消息，庆州那边有人给俺们送信、送时辰、送车数，官道上有人替俺们遮风挡雨。庆州有人，难怪粮道一断再断。外头说是匪患，原来里面早有人勾着，怪不得这帮狗东西鼻子这么灵，每回都卡在粮车最肥的时候下手。这是有人喂饱了再放出来咬。那庆州那边，咱们不是刚和商队搭上线，会不会咱寿州这条商路也早被他们盯上了？不是怕，一个能长期给刘匪递车数时辰的人，不会只盯边军，他也会盯着谁在起路。朔州这几个月太快了，快到有人坐不住了。沈大人，末将得立刻把活口和口供押回大营。都统必须知道，庆州官道那头有人通匪。你带1个活口回去，留给我。庆州那边既然有人伸手，就不能只靠边军查。朔州自己的货路也得自己摸清楚。能让土匪躲开官府的人，一定不是小角色。大人，乔四平到了，他一听说劫粮的匪背后牵出庆州，脸都变了。大人，您找我。这人草民见过，庆州北门外驿站边上的赌台，他跟一伙跑腿的混在一起。跑腿的给谁跑？杂七杂八都有，有给商队递消息的，有给驿站送单子的，还有给官道巡检那边跑腿的。巡检？俺不知道，俺只认收信的人，不认上头的官儿。我没问你官，我问你，收信的人在哪儿碰头？你现在不说，边军逮走你也会让你说，但你要是现在说，我让你活得长一点。庆州北门外老鸭坡3岔口那间废茶棚，每次都是晚上，有人把信埋在灶台底。老鸭坡草民知道，那地方离官道不远，平时半费不费，白天没人，夜里混子多，真要埋信递口风，的确方便。大人，这要是庆州巡检那边真有猫腻，那咱们往后从庆州来的货就都在别人眼皮底下。大人，草民说句不好听的，庆州那边商路是旧路子，盘根错节，您现在要查，等于伸手去掀人桌子。这事儿一个不好，别说边军粮，连朔州刚开的货路都得被人联手掐住。晚查等于告诉对方我们知道了，但不敢动。那后头等来的不会是安稳，只会是更深的岛。你敢不敢替我跑一趟庆州？草民？对，你本就要往返庆州运货，你去不眨眼，而且你认路认人，也认那边的门道。你去庆州帮我盯着那批货。大人，您这不是叫草民做生意，您这是叫草民去摸蛇窝。蛇窝总得有人先伸棍子，当然，你也可以不去。去，但草民也有条件。这次要是摸实了庆州那边是谁在掐路，往后寿州开出去的新货路，草民要先跟一股。乔老板，真要碰上不对的，别硬顶，人比货值钱。鲁师傅放心，草民是做买卖的，不是送命的。你要真摸到人，不方便带信回来，就把这牌子埋在老鸭坡茶棚灶台底下，我会让人盯着。明白。路要修，匪要清，
手伸到朔州头上的人也要一一清除。东家，朕还走老鸭坡这条道啊？不走这儿怎么钓鱼？朔州那位大人把钩子递到我手里了，咱总得看看这水底下到底是条什么东西。乔老板，大人等你很久了。乔老板这些日子跑朔州跑得挺勤快，只是缺布，混口饭吃。庆州布不好卖，朔州又缺，草民自然多跑2趟。缺什么，草民就贩什么。商人逐利，天经地义。逐利没错，可利也分谁的利。有些路子不是谁想躺就能躺。边军那几车粮原本走得好好的，可总有人觉得旧路慢，新路快。现在倒好，山里死了一片，连老鸭坡都快废了。这根再加一道铁箍，明儿头一批车要试路，他1寸都不行。大人，庆州那边若真有巡检司的人掺和，这条路一通，他们未必不住。坐不住才好，他们动，才会漏更多。乔老板，你是聪明人，聪明人做生意最重要的不是哪边价高，是得知道哪边能让你平安赚钱。朔州那地方最近风头太盛，可一座边地小城修了几条路，收了几笔货，就真当自己能另起出灶了。你往那边送货我不拦，但送多少送什么，什么时候送，得先跟我这边通气。大人，草民，你不是两头，你只能占一头。这是你下趟该带去朔州的货单，这是定钱。朔州缺药，你就送次药。至于粮铁铜件，先别往那边送了。朔州那位要我摸蛇窝，这不是蛇，这是条盘在庆州官道上的大蟒。你只管送，别的路子我替你看着。谁敢在庆州卡你，我先卡死他。大人放心，这趟货定会送到。送不送，怎么把这条蛇拖出来？朔州那位大人猜的一点没错，这条路不是一般人想掐。钩子下了，就看朔州那边怎么收线。报，老鸭坡茶棚灶台底下发现木牌，拿来。人摸着了，摸着了，而且比预想的大，而且已经开始动手卡我们了。韩巡检，你既然先把手伸出来了，那我就顺着这只手往上剁。过了，大人，车能过。最窄这段都过去了。沈大人，第一批粮真能走这儿？能过空车，不算晚。今天第一批军粮就走，真粮、真车、真押运。大人，韩巡检那边，韩巡检的事后头说，先说第一批军粮。边军现在最缺的是称命粮，不是精粮。糙米、粗面、豆料，先拼一批出来。城里能动的先动，货途能换的先换。大人要用，草民认。可您若真用歙州先顶，那韩巡检后头断了粮路，咱们怎么办？所以第一批军粮不是为救完边军，是为把路走通。路一通，后头才有得谈。至于韩巡检，我要的就是他看见这条路已经开始走了。老鸭坡那边，韩巡检给你的货单，我要看。他要草民多送药材，少送粮、铁、铜剑，这是奔着掐朔州后继去的。比我预想的还急，说明山里那伙匪折了，他也开始慌了。大人，那咱们下一步是直接捅到庆州衙门去？现在捅没有用，巡检司的人不会只留这一条手，而且只靠这一份单子不够把他摁死。你照单送药，粮、铁、铜剑明面上断，暗地里全部改走朔州新县。这位爷不是在跟韩巡检斗一口气，他是在悄悄换掉整条路。草民明白了，明线给他看，暗线归朔州。糙米50吨，粗面30。
大人，车能走，只要山上那几块宫石别今天塌，俺也去保他过。先把命接上。沈大人，这一趟若成，大营上下都记朔州这口恩。这不是恩，是路。路通了，城和营往后就是一条命。出发！慢，再慢半寸，别让他偏。扶住，扶住！小心！过去了。第一辆车过去只是开始，等这10几车都过去，韩巡检那张脸才算真被打响第一巴掌。朔州那边今天有粮车北上，不是走旧管道，是走山里那条新线。这么快？你想掐朔州的粮、铁、铜剑，可现在朔州的路已经先走出去一步。韩巡检，接下来该轮到你失手了。旧官道塌了，山里那伙人也折了，结果他们还是把粮送过去了。是，而且押的是第一批急粮，分量不大，但路一通，后头就拦不住了。朔州那个沈度，倒比我想的更会凿路。大人，要不要再找一拨人，直接断他新军道？边军，你当边军是死人？第一批粮都过去了，山里现在盯路的不只是朔州工队，还有边军。瞧死！已经按您的单子把药材装车了，这2日就会再往朔州去。好路我一时断不了，那就先断他后继，药照送，粮铁铜剑一样不许进朔州。沈大人，第一批粮到了，都统亲自带人接的车，营里今早已经开锅了。俺也去就说，咱这路扛得住，扛得住。都统让我带话，朔州这条新军道从今天起就是边军命道，谁敢动这条路，边军先斩。好，那我们这边也该动下一步了。要走明线，粮铁走暗线。大人，下官越算越觉得这不是做买卖，这简直是在跟庆州那位韩巡检下套。本来就是下套。大人，草民这趟可真是把脑袋拴在车辕上了。韩巡检现在已经认定草民会听他，我这趟再去庆州装药，他若真想卡寿州，8成还会加码。可草民得知道，您到底要他漏到什么份上才收网？他现在做的只是卡货，这还不够死。我要的是他亲口、亲手、亲北碰军粮线。大人，您是想把边军线也调到他手上？对，下一趟你明面装药，暗里再带一份假的军需补接单。他若真想掐死朔州，就不会只满足于断明货。看到军需单，他一定忍不住伸手。这次不买灶台，若韩巡甲动了军需单，你就把这木符塞进他给你的回单画夹层里。夹层？下官按大人的意思，把回单纸做成双层，外头看不出来，里头能藏一小片木符或者字条。大人，您真是连一张纸都不肯白用。纸用对了，也是刀。记住，这趟你不是去做成生意，是去让韩巡检自己留证。草民明白。乔老板，这趟回庆州，眼睛耳朵给俺多长一截。那姓韩的要真敢碰军需线，俺也去，就盼着他碰，碰了手就得剁。卢师傅放心，这回不是我跟他做生意，是他自己往套里钻。药都装了？装了，大人交代的，草民哪敢怠慢。你怀里那是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朔州那边临时塞来的一张补单。拿出来。果然，朔州现在不止给边军送第一批，连第2批都备上了。看吧，你果然忍不住。这批补单什么时候走？朔州那边只说药材走明线，别的怕是要从新军道暗走。你能不能把这批单子的确切时辰
给我摸出来。这大人，这就碰军需了。怕什么？你若把时辰摸准，往后庆州到北边这条线，我给你3分力。我要时辰，你给不给？第2批军需，照常按他说的时辰走。还走？沈大人，那是军需，不是饵料。正因为是军需，他才会亲自伸手。大人，您不会真要按那时辰放车吧？而且明线就走他盯着的那条道。放。明线走旧官道，车上装药材、草包，少量粗面。暗线真正的军需，提前1夜从新军道走。大人，他要的是时辰，是车线，是动手的口子。您把军需真按他说的点送出去，万一……谁说车上装的是真军需？空车，半真半假。韩巡检要的是卡住朔州补军，那我就给他一个能卡的影子。明线是给韩巡检的，暗线才是给边军的。这位大人不是在守军需，他是在拿假军需钓真黑手。你带2队人，一队埋这儿，一队埋这儿，只等他们动手，不见主使，不要先收网。草民尽力，成了。这回不是韩巡检捏我，是他自己把脖子往绳套里送。报，老鸭坡回单到了，夹层有误。大人，你自己看。这是韩巡检的笔记，证据确凿。他真要卡军需，好大的胆子！好，鱼上岸了。第2批军需，照常按他说的时辰走。大人，这还有什么好等的？人证物证都在，把这张纸送去边军大营，再联名对进庆州，姓韩的跑不了。沈大人，只要您点头，末将现在就带兵南下。巡检司的人敢碰军需线，按军法都够砍头了。大人，俺也去跟着去。这王八蛋不是要掐咱命脉吗？俺也去，先去掐他脖子。您是要活拿韩巡检的人？最好能把他本人也调出来，至少要让他的人、他的令、他的手一起落地。你照常出面，该怕就怕，该怂就怂。韩巡检要看一个被钱和权压住的商人，你就演给他看。草民这辈子最会的就是看人脸色，这回就让他看个够。你带弓队别漏，在那边提前埋木桩和绊索，他们一旦要抢车，先绊马，再断后。明白了，俺也去，先让他们以为抢到了，再一脚把口袋扎死。东家，真会来吗？会。这会儿最急的不是我们，是姓韩的。停车！别动手，别动手！车上是药是粮，有话好说。下车，把补单交出来。好，来得越准，死得越稳。是他们的人，大人，再不收，他们真把车掀了。再等一些，让他碰实。收网！军需劫道，拿下！你娘的，抢啊！再抢啊！反碰军需，你活腻了！人赃并获。大人，这一网算是捞实了，还差一步。这还不够。人是巡检司的人，单子是韩巡检逼出来的，现在缺的不是知道是他，是把他连根拽出来。沈大人，
只要您一句话，边军愿与朔州一同拿人。韩巡检，你已经不只是在卡上路，你是在碰军需、碰边军、碰朝廷的线。现在，该轮到我上门了。